胡毅重重地拍了胡毅一掌，猝不及防被打了一掌的胡毅踉跄了几步，由于没有站稳，撞在了一旁的桌子上。重物的撞击声把魏婴从那段谈不上美好的记忆里拉扯了出来。魏婴闭上眼，整理了一下心绪，随开口道：“在下确实非齐家人，我叫魏远道。”魏公子好说。胡毅用眼神安抚了一下略微暴躁的胡毅。魏公子既然能带着玉扳指上门，想必也知道规矩吧？魏婴摩擦了一下指尖的扳指，带着玩意的眼神说道：“这个呀，我家长辈随手扔给我的，并没有和我说什么。要我做的就是找到齐家的叔叔伯伯们，无论什么方式。”狐疑地打量着这位名叫魏远道的少年，不用灵气修炼知道诡异，不知道会不会给齐家招祸端。大哥，这个魏远道很难搞定吗？齐家的人也解决不了吗？胡毅凑到胡毅耳边低声问道。胡毅瞥了一眼胡毅，右手紧紧地抓住胡毅的手腕，示意对方不要多言。魏公子的扳指和齐家的扳指款式相似，但其浮雕全然不同。魏公子刚刚转动扳指，倒是让在下看了个清楚。魏婴看着胡毅兄弟两人紧紧站成一排，生怕自己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。事情怎么就发展成了这样？轨道似乎真的对自己产生了不好的影响。在下并无恶意，但家中长辈确实没给其他线索，这次找齐家的叔叔伯伯也算一次历练了。魏婴清了清嗓子，诚恳地说道：“我已经问了很多人了，都不知道齐家，你们是我唯一的线索。”胡玉看着眼神清明的魏远道，似在考虑其言语的真实性，遂说道：“齐家隐世多年，避世不出。我俩兄弟有幸承其相救，不可能也不可以贸然将他们所在地告诉一个陌生人。抱歉了，魏公子。你前面可是说着黛玉般，魏公子，我胡毅是一个粗人。大哥，你别拦着我。”胡毅挣脱了胡玉的肘制。现在修仙界以4大世家为主，隐世家族避世不出，就是为了不与世俗之人计较些什么。到底有多少个隐世家族，我们兄弟也不知道。相似而不同的玉扳指有多少个，我们也不知道。魏公子，你就不要为难我们2个马夫了。那能否告知南陵在何处？魏婴看着视死如归的2人微怔，后垂眸道。魏婴说不上心里什么感受，就是好像自己真的回不去从前了，哪怕自己努力转化成以前的状态。胡家俩兄弟给彼此递了一个眼神，若还是拒绝回答，怕不能善了。遂胡玉开口道：“魏公子有所不知，南陵这个地方怪得很。就南陵这地方名也是恩公告诉我们的，我兄弟俩就是在那险些丧命。”胡毅似是想起那日的生死一线，下意识吸了一个口冷气，嘟囔道：“真他娘狠！”魏婴微微抿嘴，想翘个2郎腿来着，忽觉不对，咳了2声，请2位老板告知地址，远道感激不尽。至于险境，对于修道之人亦是机缘。姑苏蓝氏，蓝湛趴在床上看着飞来飞去的小胖，却不由揉了眼神。忘机蓝曦臣看着自己的弟弟，温声喊道。蓝湛微微垂下眼帘，遮挡住了不明的情绪，低声应了一声兄长。忘机，听门生说你不肯上药，这是何故？蓝忘机准确说不想理会兄长的询问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复。一时间2个人都陷入了沉默。蓝曦臣虽是知道自家弟弟为何，可解铃之人早已不在，人总得往前看得。啾啾，小麻雀似是感应到床上的人心情低落，扑棱着小翅膀要去啄蓝曦臣。蓝曦臣抬手，一道充沛的蓝色灵力裹住了那乌黑的小麻雀。鸡，小麻雀惨叫了一声，同时它的身形在灵力的包裹下渐渐虚幻了起来。蓝忘机顾不得身上的伤，指尖一出浅蓝色的灵力，与蓝曦臣的灵力较量了起来。麻雀趁着2股灵力的纠缠之际，迅速飞到蓝忘机枕头边，把头猛地埋进自己的翅膀里，狠狠装死。蓝湛伸手顺了顺麻雀的羽毛，指尖传来仿若生物的害怕抖动，不由想到那人受伤时是否也是如此害怕与不安。兄长，琉璃色的眼眸带上了少见的薄怒。忘机，此物非生灵。兄长，忘机。半晌，蓝曦臣后退半步，终是做出了妥协。蓝曦臣看着蓝湛枕边的麻雀，叹了口气道：“斯人已逝，莫要一味沉湎过去。有些事不是那么简单的。”
蓝曦臣唇角蠕动，似要多说些什么，但终究化为一声叹息。兄长，蓝湛不知道复杂的到底是事还是人。魏婴从修轨道射日之争百家禁卫，再到乱葬岗围剿，人还是那个人。可是仙门百家对魏婴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了。忘机一声轻叹，包含了数不清的情绪。蓝曦臣没有再多说什么，只是踱步走出了净室。蓝忘机看着瑟瑟发抖的麻雀，仿佛在透过看那个受伤独自舔舐伤口的魏婴，明明已经遍体鳞伤，却依旧笑着面对生活。魏婴这个名字是想起来心就会柔软的一个存在。你还活着，真好。曦臣，忘机如何？蓝启仁将手中的毛笔置于一旁，抬眸问道。蓝曦臣朝着蓝启仁拱手道：忘机尚可。